底有多可怕。丹尼尔从暗网上买到了一盘老旧的录像带，可看过之后却令他毛骨悚然。录像带的内容来自一个警员的执法摄录仪，在奉命搜索一栋闲置老宅时发现了诡异的录像带。不过令丹尼尔恐惧的是，录像带里竟出现了自己。录像带里的人也叫丹尼尔，虽然名字和样貌都一模一样，但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拍过这样的东西。为了找出录像带的真相，丹尼尔对视频里曾出现过的人进行了图像搜索，结果只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的人。在录像带里，他曾和塔克与亚历克斯参加过名为《风暴追踪者》的节目，结果3人全部离奇死亡。不久之后，他和约翰取得了联系。当听到丹尼尔的叙述后，约翰也一脸蒙圈，他表示自己不是演员，更没拍过什么录像带。丹尼尔有些不甘心，决定带着录像带找约翰亲自验证。第二天，丹尼尔准时来到了和约翰约定的地点。当他们看过录像带后，两人都显得很吃惊。录像带里出现的人确实是约翰，但他根本就没拍过这样的视频。整件事越来越诡异。为了约翰的安全，他的朋友拒绝再听一切和这盘录像带有关的事情。回到家后，一心想找到真相的丹尼尔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前往录像带的事发地黑崖镇调查。就在这时，约翰找到了丹尼尔，他想和丹尼尔同行，一起找到录像带中与自己有关的真相。很快，他们便驱车赶往了黑崖镇。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到了提前预定的民宿。别看这里依山傍水，但这栋房子也发生过诡异的案件。一个单亲妈妈自称看过一盘恐怖录像带后受到了恶魔的蛊惑，嘎掉了自己的3个孩子。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录像带。他们稍作整顿后便向小镇中心出发。丹尼尔觉得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但殊不知向他们靠近的不只有真相，还有无法承受的恐怖。深夜他会独自一人面对着墙壁喃喃自语，醒来后他却什么都记不得。更让丹尼尔觉得诡异的不止如此，在来到黑崖镇的第3天深夜，丹尼尔猛然听到一阵钢琴的声音，觉得有些古怪的他走出了卧室，不曾想是约翰正弹奏着钢琴。丹尼斯刚想抱怨几句，可约翰又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约翰赶忙转回了头，刚刚还在座椅上的人不见了。丹尼尔随口敷衍了约翰几句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看见了什么。正当他准备回房时，钢琴又凭空响了起来，诡异的气氛似乎在给他传达着某种警告。整整一夜他都没有睡觉。凌晨时，钢琴响起的曲调与录像带里杰森弹奏的一模一样，这或许是某种巧合，但更巧合的是在几个小时后又发生了。丹尼尔看见了一条新闻，杀害父母然后自杀的梅根的墓地被突然挖开了，警方至今还不知是何人所为，但丹尼尔却觉得这是揭开真相的重要线索。当天晚上，他和约翰开车来到了墓地，可约翰却说什么都不敢下车。丹尼斯只能独自走进了墓地，可进去不久后他便迷失了方向，他既没找到梅根被掘开的墓，也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可这时他却看见了一栋房子，公墓里怎么会有房子？丹尼尔带着疑惑走了进去，房子里一片杂乱，根本没有生活的痕迹。他顺着楼梯又走进了地下室，可这时楼上却忽然传来了脚步声。做贼心虚的丹尼尔想从后门溜走，可门上却贴着他和约翰的寻人启事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个黑衣人突然向他走来，丹尼尔慌忙地逃出了房子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没敢把这件事告诉约翰。时间来到午夜凌晨，丹尼尔被房外的怪异响动吵醒了，他壮着胆子走出了卧室，门外竟留有一排排新鲜的脚印，而且连房子外的木质长廊上也都是一片片的水渍。或许他从墓地带回了什么人也说不定。天亮后，丹尼尔在屋外的长廊上系上了铃铛，这样的举动让毫不知情的约翰勃然大怒，剧烈的争吵在晚上彻底爆发。约翰认为危险已经越来越近，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不想再调查什么真相，只想赶快离开这个该死的黑崖镇。丹尼尔安抚着约翰，只要再住一晚，明天天亮他们就离开。可话音刚落，房外的铃铛忽然响了。丹尼尔推开门，却发现一个男人正僵直地站在门口。两人被吓得冷汗直流，尤其是约翰，他连一晚都不能住下去了。虽然丹尼尔一直强调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，但约翰一句都不想听。如果丹尼尔不走，他便独自离开。丹尼尔表面妥协了，但他并没有开往家的方向，他拐向了另一条岔路。传闻凌晨3点那个被拆除的房子就会出现。当约翰得知丹尼尔私自做出的决定后，非常愤怒。两人推搡的时候，那个房子竟真的凭空出现了。丹尼斯捡起摄像机，此时的他显得异常兴奋，所有的真相都在这栋房子里。尽管约翰在一旁苦劝他不要找死，但他还是推门走了进去。房子里的气氛异常诡异，可丹尼斯却丝毫没有害怕，他只需要找到录像带，然后离开。但他却不知道，从进来的那一刻起，结局早已注定。上到2楼后，他发现有个房门虚掩着，他推开了门，里面却又是1楼的客厅。他颤颤巍巍地再次向2楼走去，打开一扇门后，里面是一间卧室。这个屋子他在录像带里见过，杰森就是从这里出的事。紧接着他又打开了侧门。
门上贴着他的寻人启事。丹尼斯害怕了，他现在不想管什么录像带，只想赶快逃出房子。此时房子就像一个无法挣脱的恐怖循环，无论开哪扇门，他都会回到原地，而且恐怖的恶灵也如影随形。他只有不停地跑。可当他再次打开一扇门时，发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客厅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约翰像鬼魅般从他身后走过，丹尼斯如同看到了救星，紧紧地跟了上去。可到了楼上后，发现约翰正敲着没跟的房门。然而下一秒，约翰被巨大的吸力吸进了房间。他站在房间门口，迟迟不敢进去。这时突然有东西向他爬了过来，丹尼尔狼狈地逃进了一个房间。关掉灯光后，他躲到了床下。他躲了很久，确定门外那些恐怖的声音消失后，他爬出了床下。此时丹尼尔的精神已经临近崩溃，可他越是恐惧，所看到的东西就越恐怖。丹尼尔吓得转身就跑。这时他看见了录像机，紧接着他抽出录像带，然后冲刺从窗户跳了出去。此时的丹尼尔浑身剧痛，但幸运的是他从房子里逃出来了。可下一秒，丹尼尔和约翰在这天晚上后彻底人间蒸发到